这次要讲的是如何制作蜘蛛人关。首先要下载的是这个 LoRa 档，各位到这个网站里面去下载这个 LoRa 档。下载完以后，就跟以前一样，放在这个资料夹里面 ，Models 里面的 LoRa， 就把它放在这里面就好了。你可以看到这个，这就是我之前抓的，你把它贴上去就可以了。另外，我们还会用到这个 After Detailer 这个扩充程式，网址我也会提供在影片说明里面。那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安装。这有说到，就在扩充程式这里呢，把这个网址把它给复制起来，然后贴到 Install from URL 这里。然后我们现在就来做一次给各位看。首先把这个复制起来，到这里来。选择 Extensions 这里，然后这里有一个 Install from URL， 把它贴上去，然后按这个 Install。我们看一下这个 Install 的有没有这一个，在这里有，然后这时候就 Apply and Restart UI。那基本上其实这个视窗呢，要把它关掉，这样比较好，然后再重新进去一次，在这个 Web UI User 点 BAT 上面按滑鼠左键2下，它就会重新进去了。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 After Detailer， 就代表已经安装成功了。接下来我们来用看它的效果如何。我先把我之前测试的那些参数把它带进来，就是可以把它带进来了。然后我们按下产生，可以看一下这张图，这个脸就是蛮不清楚的，还有他的手指头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的那种效果怎么样。这次我还是用这个 BRA V5 的这一个模型。在这个提示词里面呢，已经加上了这个关的提示词了，在这里，所以才可以产生这个样子出来。当然，我如果是用乱数的话，还会有更多的样式出来，那各位可以自己去试试看。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说明，在这里。刚刚我们已经看过这个安装的方法了。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他要讲什么呢？这边讲到的部分就是，这里有讲到它的一个模型哦，就是一旦你安装完以后，我们来看一下这里，你安装完以后，它会自动帮你把模型档把它装进来，就是这些训练档，有脸部的，还有手部的等等，还有全身的。那我们来看一下说明哦。这边有讲到那个模型档的部分，如果你是2D 或者是比较偏真实的，你可以用这2个。那如果你是真实的脸的话，你可以用这2个。那因为我们做的是真实的脸，所以我等一下会选择这一个。那另外呢，我也要顺便修那个手指头，所以我会选择这一个部分。这部分，所以在这里呢，你就可以选择你用哪一个训练模型。那另外一个就是你可以同时使用2个模型，第一个跟第二个，所以一个可以来就是修那个你的照片的脸，那另外一个可以修照片中的手，所以这个其实功能还蛮强的。那可不可以有第3个呢？可以哦。到这个 extensions 这里，讲错了，到 settings 这里，你可以找到这个，在哪里呢？在这里，这里现在设定成2，你可以把它改成3，就会有3个了。这样，那会用到的部分就是这些。
那回到这个 Take to Image 这里，所以这部分呢，你如果要开始使用的话，你就先按 Enable 这个我们先修脸，所以我们先选这个。然后第二个呢，我们选手指头，就选手的这一个，所以2个都有了。然后在这个部分呢，我是之前因为打过了，所以他帮我留下来，就 Smile。就我们先试试看，如果没有打这个 prompt 会怎么样哦？就是如果你希望他在修脸的时候，你有什么样的效果出来，你可以打。所以我刚刚希望他会笑，所以我就打 Smile。那我现在继续往下面说明，这个总共有几个部分哦。第一个就是1跟2，就是选模型。那1跟2呢，它底下的这些内容都是一样的，那只是你选的模型不一样。那我们来看一下每一个的这些功能是什么。Detection 是侦测哦，我们来看一下侦测是什么。侦测这个部分呢，就是你侦测你的画面里面，比如说80%好了，80%它能够侦测的范围比较大。也就是说，在这个80的范围内，如果你的脸是属于比较大的脸，你可以设定成80。假设你的脸是比较小的话，你就可能设成30左右。但是这有缺点，就是如果画面中有很多小小的东西看起来很像脸的话，那它就会把那些东西呢，也把它当作脸来把它算出来。所以在我们这个例子里面呢，事实上是要设定成像80这个大小。那如果里面呢，将来里面有很多小脸的话，你就可以设小一点，这样。所以设成80的话，这个画面上如果有一些其他，比如说像石头，看起来有点像脸，它就不会去算出来，因为它只会找比较大的那种范围。所以以这个例子来说，设成80就好了。那另外一个就是 Mask Mini Area 跟 Mask Max Area 的一些比例，就是如果因为它事实上它的原理是这样子的，它会对这个画面中它自动找到一张脸，在这张脸上面产生一个 mask， 就是遮色片，然后对这个脸呢去做一些 inpaint 的一些计算跟绘图，这样。这个功能呢，就是在 mask 这个 mask 的范围内的最小值跟最大值是多少？那预设值我们用0跟1就可以了。然后这里也有说明，那一个部分，在这里 ，mask 最小值跟最大值的比例。那各位可以看一下这一个，就是在这个整个影像中呢，我们使用遮色片的部分是在最大值跟最小值的一个范围内，那我们用预设值就可以了。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个就是 mask preprocessing 这个 mask 的前处理哦。来看一下这个部分，这其实照预设值就可以了，在这里说明也有讲到，就是你可以对这个 mask 做一些位移 offset， 就是原先他帮你找到的那一张脸，就是 mask 会放在脸的上面，你可以对那个 mask 做偏移，就是从这里去往上移或往下移之类的，往左往右都可以。那一般来说，就是我们就相信他帮我们做的，那基本上也是蛮准的，所以就用这个就好。除非你有些情况是他抓错位置了，你就可以给他一个 offset 来做一些校正之类的。那另外一个就是 mask merge mode， 就是里面可能有很多个，比如说里面有我们画面现在只有一张脸，所以只有一个 mask。假设画面里面有好几个 mask， 就是好几张脸的话，它就会产生好几个 mask。然后这里在讲的就是这么多张 mask 会怎么做呢？那 none 跟 merge 跟 merge and invert， 就是我们现在就是
这些 mask 就是它还是自己算自己的，然后你可以把这些 mask 都把它 merge， 把它融合在一起这样子。那基本上我们就选择 none 就可以了。好，那接下来是 intent 的部分。intent 的部分呢，这些上面的名词其实它这边有个对应表。它这边有讲说，这个 intent 呢跟 image to image 的 intent 的哪些功能是很类似的，所以它有把它给这个对比，把它做出来。它这边有画箭头，各位可以有需要的时候看一下这样子。那基本上在这里呢 ，intent 的部分我们照预设值就可以了。另外，这里还搭配了 ControlNet 的模型，所以你如果想要 ControlNet 去帮你做一些辅助的话，你可以用这个。它因为我把之前的讯息把它带进来，所以它把这些我的设定都把它带进来了。那我们先设一下 none， 然后再 none 就是不使用 ControlNet 的模型。那如果这个的话，就是选择使用。等一下我做一次，各位就知道它的效果怎么样了。好，那这边的话，我们就先按产生来看看了，就是这里设成80，然后这个 prompt 这边呢都先不给，我们按下产生试试看。它总共会算3次，第一次算整张图，第二次算脸，第三次算手。好，各位可以看一下这个效果了，脸基本上比原来漂亮多了，手也是，所以其实这个功能对我来讲，我觉得能够算手是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个功能，蛮漂亮的一只手，比刚刚好看多了。好，那我希望它微笑的话怎么做呢？在这里打上这个，然后我们再按一次产生。好，可以看到这边已经微笑了，所以你可以从刚刚的 prompt 那边输入你想要它做的一个脸部表情。那接下来就是 ControlNet 的 intent 部分，我们把它给选取起来，然后看看。好，我们看它的手指头。在这个例子里面，发现到他手指头选的比没有选还难看。所以我们可以试着把它调整小一点，试试看。再来一次。来看一下结果。看起来不是很好看。所以我们就可以不用选了，把它选成 none， 然后再试试看。这边有一个黑黑的，不好看。如果遇到这种情形，你就再算一次就可以了。所以你可以看一下手已经变好看了。好，那这个部分完成以后，我们就可以把它 send to image。各位还有印象，就是我们之前讲的那个功能，非常漂亮的功能。这个先选一下这个，应该还有印象，就是这个让背景更细致的这一功能，选到这一个来，然后这里选择 Choose。因为这张图比较小啊，所以我们这个宽度 tag 的宽度跟高度呢，就把它设小一点。这里跟上次跟各位讲过，有2个可以选，这2个都很漂亮。对照片来说，那我们选这一个。这里呢，我们可以把它变成原来照片的2倍。好，
那其他的呢，这个把它设成 0.3， 差不多这样，然后按下产生。这就是我们的完成图，脸很漂亮，然后手也非常的漂亮。这次的影片就到这里结束了，希望大家帮我点赞、订阅、分享及开启小铃铛，谢谢。